美国消费者信心刚刚跌到了这项调查64年历史上的最低点。今天我要为你解读世界黄金协会4月13日发布的最新周报。这份报告的标题叫 A High Price to Pay， 代价高昂。报告里有3个你必须知道的事情。第一，美国人对经济的信心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低。第二，就在这份报告发出来的同一天，布伦特原油飙涨 8%， 重新冲回100美元以上。第三，黄金现在被2股力量同时拉扯，一边是流动性压力要把它往下拽，一边是避险需求要把它往上推。最关键的是，报告里有一张图，画的是过去64年美国人的信心指数，现在的位置比任何一次危机都低。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等下说。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天解读的这份报告来自世界黄金协会，英文叫 World Gold Council， 简称 WGC。 这是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他们每周发布一份市场监测报告。今天解读的是4月13日最新一期，数据截至4月10日收盘。这份报告的核心信息用一句话概括：美国消费者已经扛不住了，但滞胀的压力还在加码，黄金正被夹在中间。好，我们开始。先说这份报告的本周图表，也就是 Chart of the Week WGC 这一期选的图表，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一个从1962年就开始做的调查，每个月问美国老百姓，你觉得经济怎么样？你对未来有信心吗？4月初步数据出来了， 47.6 点。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打破了这项调查64年来的所有记录，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低，比2022年通胀最严重的时候低，比1980年能源危机的时候还低，而且不是某一个群体信心崩了。密歇根大学的调查主任许淑华说，所有年龄段、所有收入阶层、所有政党倾向的受访者信心都在下降，指数的每一个分项也全部下降。这是一次全面的无差别的信心崩塌。报告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 98% 的受访者是在4月8日停火公告之前完成调查的，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反映的是停火之前的情绪。很多受访者在开放式回答中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伊朗战争是经济变差的原因。还有一个数字更吓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年的通胀预期从3月的 3.8%一个月内飙升到了 4.8%， 一个月涨了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这项调查历史上最大的单月跳升之一。简单来说，美国老百姓现在的感受是，东西越来越贵，工作越来越不稳，未来越来越看不清。这种情绪比过去64年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严重。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部分，真正让事情变复杂的是另一件事，就在这份报告发出来的同一天发生的。像这样的权威报告，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深度中文解读，想第一时间看到，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就在 WGC 这份报告发出来的4月13日星期天，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天之内飙涨了大约 8%， 重新冲回了每桶100美元以上。发生了什么？上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带着谈判团队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伊朗谈判，但谈判破裂了。伊朗没有做出放弃核武器的承诺，万斯说他没有看到基本意愿。随后，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从4月13日上午10点开始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这是美国自己主导的封锁，和之前伊朗自己搞的封锁不一样。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贸易通过这条水道，战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经过，现在有时候一天只有2-3艘。
上周六只有3艘超级邮轮成功通过海峡。WGC 的报告里明确写道，布伦特原油今天早上飙涨大约 8%点，这会进一步挤压消费者，加剧滞胀压力，并且让全球货币政策更加复杂。什么是滞胀？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经济在放慢，但物价在涨。这是央行最怕的局面。如果降息，通胀更猛；如果加息，经济更差，两头堵。上周的经济数据已经在验证这个趋势。美国 CPI 3月环比涨了 0.9%， 同比 3.3%， 是近4年最大的月度涨幅，主要就是能源价格推的。与此同时 ISM 服务业 PMI 降到了54，比预期弱，工厂订单连续2个月持平。第4季度 GDP 中值从 0.7% 下修到 0.5%， 一边是价格在涨，一边是经济在放慢，这就是典型的滞胀信号。而现在油价又重新飙回$100，这等于在已经着火的房子上又浇了一桶油。接下来这个问题才是今天最核心的，这种环境下黄金到底怎么走？WGC 报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风险资产的波动很可能会持续，黄金可能会继续被流动性压力和避险需求之间的拉扯所牵引。我用大白话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说往下拽的力量，油价飙涨会推高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升高就意味着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可能会被迫保持高利率更久。高利率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更高，你持有黄金不赚利息，但存银行或买国债能赚利息，所以一部分资金会从黄金流出去，而且高油价还会造成流动性紧张。当企业和消费者要花更多钱买能源，留给其他资产的钱就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期间黄金反而下跌的核心原因之一。不是黄金不行了，是整个市场的钱变紧了。再说往上推的力量，地缘政治风险在持续升级，停火名存实亡，谈判破裂，美国开始主动封锁。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是真实的，报告里的数据也在验证这一点。上周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了 15.3 吨，这是连续流入，北美流入 5.6 吨，欧洲流入8吨，亚洲流入 1.2 吨。全球投资者在持续加仓黄金 ETF， 同时黄金期权市场上看涨压注大幅增加，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也在上升。从价格来看， LBMA 黄金午盘价上周涨了 2.9%， 报$4774一盎司，年初至今涨幅超过 9%， 金价正在从关键技术支撑位反弹，200日均线在$4174 ，38.2% 斐波那契回撤位在$4075，这两个位置都守住了，但上方的阻力也很明确。55日均线现在已经开始下行，在$4924。WGC 的技术分析师认为，短期内金价可能在这个位置受阻，然后进入一个更宽幅、更持久的盘整区间。换句话说， WGC 现在的基本判断是，黄金暂时不会大涨大跌，而是在4100到5000之间来回拉锯。谁赢？流动性压力还是避险需求，取决于中东局势的演变和美联储的反应。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信号，报告里提到了一个不太起眼但非常重要的角落，私人信贷市场。2026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私人信贷行业的不良债务大幅上升。WGC 说，如果这种恶化继续蔓延到其他领域，包括银行业，就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下行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 WGC 认为滞胀的可能性在上升，经济增长被侵蚀，通胀被能源价格推高，信用市场开始出现裂缝。这种组合历史上对黄金是最有利的。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列出了下周的经济数据日历。美国方面，周三美联储褐皮书发布，WGC 认为
这份报告可能会反映中东局势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通胀压力。周四 ISM 制造业 PMI 公布，市场预期可能小幅反弹。另外周二还有美国 PPI 数据发布，之前一直是同比 3.4%， 这次预期跳到 4.6%。 如果 PPI 也跟 CPI 一样超预期，那通胀的故事就会变得更加吓人。亚洲方面，重点关注中国。周四中国发布一季度 GDP 数据，市场预期同比增速在 5% 以上。 WGC 的评论很有意思，他们说强劲的供给增长，比如工业产出超过了需求端的疲软，也就是说中国在拼命生产，但消费跟不上。这个不平衡如果持续下去，会影响到大宗商品的需求端。还有一个政治事件值得一提，匈牙利刚刚发生了选举翻盘，反对派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执政多年的欧尔班。 WGC 把这件事放在了报告的开头位置，认为这部分反映了选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当老百姓觉得日子越过越差的时候，他们会用选票说话。好，把今天的信息串起来。第一，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64年历史最低点，通胀预期一个月飙升了1个百分点，老百姓扛不住了。第二，油价在同一天飙涨 8%， 重回100美元以上，停火名存实亡，封锁升级，滞胀的陷阱正在合拢。第三，黄金正处在两股力量的拉锯中，短期看流动性压力和避险需求在互相角力，但如果滞胀真的成为现实，经济放缓加通胀高企，历史上这种环境黄金往往是赢家。世界黄金协会的每周报告是我们跟踪全球金银市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每周我们都会做深度中文解读，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内容，点一下订阅，每期都不会错过。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滞胀会不会真的来？黄金在这种拉锯中最终会往哪边走？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给我点个赞，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我们下期见。